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课程是第8集，是电子产业讲 IC 上游的那个矽智财厂商的部分。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图卡的部分。那有别于前面的5、6、7，我们讲了那个 IC 设计的那个服务商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所谓的那个矽智财供应厂商。那这边要讲特别介绍的厂商是 N31， 它的代码是6643。那为了让第一次听影片的那个投资观众更快的进入状况，那我们在半导体产业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约略做一个介绍。那在半导体部分，它分作上游、中游还有下游的部分。那在上游的部分呢，这一排是 IC 设计。那我们这个月所锁定的是 IC 设计的上游，就是上游的供应商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台湾上游供应厂商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呢？它是有分作 EDA， 还有矽智财供应商，还有 IC 设计服务供应商。因为前面几集我们都介绍过了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今天主要的重点是锁定在矽智财供应厂商中的一家厂商，就是 N316643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下矽智财供应厂商的特色。那随着 IC 制程越来越发展越来越精密，那现在已经到了3奈米。那大家可以想想看，就是说，那你的晶片越做越小，那你是不是堆叠的那个东西越来越多，你就只能越堆越高？所以说 IC 堆叠的越高，它不同功能的模组就会越来越多。那我们之前已经简略介绍过，那矽智财呢，就像一个所谓的系统家具。那有可能我们这次要采用的是不同的家具，那就会找不同的矽智财供应厂商。所以简单说，矽智财它主要就是将 IC 设计模组化，然后它并且可以重复的使用，然后它可以提供那个 IC 设计业者或者其他客户呢，它提供这个产品设计的专利的证书，比如说它的原始码，那或者呢，它提供所谓的那个整个设计图给它，电路的设计图给它做一个开发做基础。那这样子的话 ，IC 设计业者拿到了这些矽智财，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它开发的难度，然后以及时间，然后可以提高它的产品的良率，降低成本，让它的新产品在最短的时间抢先上市。所以这就是矽智财供应商它所存在的价值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矽智财供应商 N31的介绍。那所谓的矽智财厂商，就是它的提供的就是一个智慧财产权。那 N31这个地方呢，它大概提供了所谓的功能的 IP， 还有基础元件的 IP 跟 IP 整合的那个服务的部分。那在功能 IP 这个地方呢，它有包括了高速传输的界面，还有一些类比 IP 的解决方案。那像高速传输的界面呢，它就是用在我们目前最夯的，包括了行动装置啦、车用啊、AI 啊、物联网啊，还有高速运算的这一部分。那类比 IP 解决方案呢，它也是运用在物联网跟穿戴装置，也是目前比较夯的。那在基础元件里面，它大概又分作了标准元件，还有记忆体的编辑器及 AI 的一些资料库的部分。那在 IP 整合的部分，就是说 N31跟 ARM 这个地方做一个结盟，那推出 ARM 架构的一些模组相容的 IP 的一个整合的方案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就是说矽智财业者呢，它的核心业务就是为客户提供矽智财的一些解决的方案，然后专注矽智财的发展。它的产品周期长，而且进入障碍高，然后设计出来矽智财的模组，它可以重复的出售，所以对于营收跟获利这边的贡献呢，非常稳定，而且获利非常高，因为它可以重复使用嘛。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成本可能在第一次就做一个认列了。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 N31它的成长动能。那在成长动能，我们刚刚在介绍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
多的比重是在逻辑先进的制程，尤其是集中在高速传输 IP 的部分。那目前它已经拥有150个以上的高速界面的IP， 而且它积极布局在一个那种那个对于未来那个5G 以及 AI 比较高速传输的一些运用的商品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，就是晶圆代工厂它在特殊制程用的一个基础 IP 元件，然后它提供这种基础 IP 元件，可以协助那个晶圆代工厂或者一些系统厂商，然后 IC 设计厂商在解决一些特殊制程的一些方案。那它近几年来讲，有跟台积电做一个先进制程的合作。那其他 IP 的部分呢，就包括在车用啊，还有一些固态硬碟。那它除了有跟我们前面说的 ARM 合作以外，那它也有加入 Intel。Intel 大概在2年前就宣布它要介入晶圆代工服务的部分，有一个所谓的 IFS 的那个联盟。那目前已经有加入了力旺，还有 N31跟晶心科等那种伙伴在行列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，就是说，在整个那个半导体的发展往那个高速运算或先进制程方面发展的话，对于 N31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有利基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营运概况，它一样因为它是单纯的矽智财的业者，就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，它这个地方它会有授权金跟权利金2个收入。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之前的业者比较起来，它的授权金这个地方比较高，大概在营业的比重有86.3%， 那权利金的收入大概占13%。那在其中授权金的部分呢，它又分作3块，一块就是我们刚刚有介绍，它有一个跟那个晶圆代工客户这个地方有做合作，当他们有特殊的新的制程跟技术平台导入的时候，所需要的一些 IP 是由 N31这个地方提供。然后另外就是它有持续推出新的 IP 版本，或者是说因为 IP演进的新版本演进，然后更新的 IP。 好，那我们知道它营运大概的概况以后，那一样我们对矽智财的毛利率这个地方做一个分析，它也是有分作授权金跟权利金。授权金呢，就是说我第一次出自授权你使用的，那这个部分大概是80%到100%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我授权是让你使用，那我使用的部分我可以用年限去区分，我给你授权你单次使用，或者是多次使用，或者是无限的使用，所以每个的那个收的那个收入和毛利率大概就会有不同，大概介在80%到100%。那当你拿到我的授权以后，你去生产的过程之中，那随着你那个晶圆出货量出来以后，我会计算你目前的售价，然后我从那个售价你就是出货量乘以售价，就是出货的这个营收这个地方，我抽一定的固定的比例，然后作为所谓的权利金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在矽智财业者这个地方它有点稳赚不赢，开发了一次以后，那如果说刚好这个先进制程未来的发展趋势，比如说5到10年，那未来的5到10年，它这个权利金就会源源不断的收入。所以在整个先进制程的发展趋势之下，那因为 IC 的那个结构变得比较复杂，让那个 IC 设计厂商对于 IP 模组的需求日益增加，所以整个矽智财的产业这个地方长期的趋势是往上看。好，那接下来一样就我们前几集有讲过，就是说我们衡量这些公司，我们用股东权益报酬率去做一个比较。那它有2个公式，一个公式是用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，那另外一个是把它拆开来，我们就用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跟财务杠杆效益去比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矽智财供应厂商这个地方呢，我把所有的矽智财供应商这个地方都列出来。那你说你怎么没有列创意跟智原？因为他们不是纯的，那矽智财业务对他们来讲的话比重只占一点点，所以这样比较不公平。所以我把专门做矽智财厂商这个地方拉出来，然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。那在 N31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不管各种数字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属于一个中段班的部分。那近期呢，美国有宣布说，对于中国
技术出口的新禁令，就是说所有使用美国相关技术的公司呢，一定要获得出口许可，否则不能向中国供应相关的晶片。但是细制裁呢，是因为它的那个所谓的智慧财产的部分，大部分都是从它内部自行开发出来，因此它这个地方呢，无需过度担心，就是说特定的政府出口政策或一些侵权的行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N31的技术面。那N31呢，从基本面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它是专业的矽智财供应商，而且产品都以高速运算产品为主，所以是在一个对的趋势上发展。可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刚刚看它的那个财务报表可以看出来，它虽然是在对的趋势发展，但是它只能算是中段班，也就是说它在其他部分它还需要多多努力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技术线型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从它挂牌了以后，包括了1高、2高、3高、4高，整个你如果画一个大 N 型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第一个关键位置到 N 型。另外呢，我们有说过突破前波高的时候要有什么关键 K 棒，才可以展开所谓的一连串的关键组合 K 棒攻击嘛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它在突破新高的时候，它并没有所谓的什么关键 K 棒，所以呢，它只是把时间多头的时间混过去，接下去就下去，所以整个到关键位置到 N 型使这家公司整个股价是呈现一个什么箱型整理，这可能是跟它获利的数字还没有爆发出来是最主要的原因。那这一次呢，它的回档又跌破了所谓的1/2。好，跌破1/2，用我们之前教大家的方法，跌破1/2呢，回档跌破1/2呢，除非它后面的业绩非常强劲，在攻击的时候可以过45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跌破1/2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往上攻击，就是持续走盘整或盘涨；第二种是无力攻击过高，然后接下去变成下跌的 N+N。但是纯粹用 N31的基本面来讲的话，这边研判就是说，它回档虽然破了1/2，但是未来的来讲的话，它这个地方以盘涨跟盘整这个地方居多。那你说，那像这种股票怎么做呢？那很简单，那这种股票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箱型，那就是采取一个高出低进的方式，那你就可以去操作这只股票。OK， 我想为期1个月，那我们介绍了 IC 设计上游的供应厂商，然后而且把回档守住1/2的创意，还有跌破1/2的其他3家公司的股票列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今天也把 N31要过高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关键 K 棒向上攻击的技术分析的图形举例给大家看。相信经过了这4集，然后大家一定会对于关于那个IC 设计的上游供应商这个地方的产业也有一些约略的了解。那在技术面分析完以后，相信对你选股这个地方的障碍度也降低了。所以你如果还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去我们之前技术分析的课程，把关键 K 棒 N 型理论相关的课程抓出来，然后再抓一个时间波。事实上这一类股来讲的话，相对于整个电子业产业这个地方还有库存调整，他们比较没有这个压力。那趁这一波美国新禁令出来，造成他们股价回跌，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一些好的标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告一个段落了。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看我们的文章。OK， 到了节目的尾声，还是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。下周讲什么不告诉你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